上海凌晨1点可以吃到兰州本地牛肉面在上海的分店。听兰州朋友说，这个在兰州狗都不吃，但是 YouTube 跟抖音博主都吹这个好吃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兰州牛肉面味道究竟如何。凌晨1点能吃到这个，海外的朋友羡慕吗？夜里肚子饿了，来吃个网红吹的上海第一兰州牛肉面看看。看个价格比兰州贵点，在上海算便宜的。牛肉都是你要多少，现切的，比直接切好的好吃一点。个人要的这盘还带牛肥膘啊！我买了45块钱150克牛腱肉，应该刚好够吃。这个牛肉颜色有点奇怪，跟兰州的不太一样。上海应该是前几年流行兰州牛肉面吧，现在其实有点过时了。现在应该没人还在科普兰州牛肉面和兰州拉面这个话题吧？是个人的都知道了，连聪明的青海人都改名叫青海拉面了。我的视频不太喜欢朗读那些百科的东西，我觉得没必要再念一遍。我这人也天天看视频，我最怕我想了解的内容，博主还在念基础知识的稿子。好像中间那个汤的锅里放的牛肉牛骨头我都看不到，感觉应该不多。很多兰州牛肉面喜欢把肉放在客人看得到的地方，另一家德源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两家味道大差不差，德源汤好一些吧，其他不如今。上海喜欢拿这两家对比，我就直接说结论了，等级水平没太大区别。这些上海的店汤头不够鲜，我就直接让他辣椒拉满，多放点吧。我之后还加了点。基础知识不想再念一遍了，我觉得我的老粉想听的不是什么一清二白，关注我的人也没那么菜，菜的人也不会关注我。就面和牛肉的颜色来说，牛肉颜色有点奇怪，辣椒不够飞，反正不是很正宗。凌晨1点勉强应对一下是不错的选择。肉是冷的，得全部放进去热一下。它这个肉跟兰州区别挺大的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反正也不老。吃得出来不是进口冰冻肉，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种是兰州卤好直接发过来的，第二种是发的兰州本地冰冻牛腱子店里卤的。我更倾向于第一种，因为他店里没空去做卤肉的准备，而且吃的口感不像上海的牛肉。这个牛肉口感还可以，只是感觉没有什么香味。这次金强的面条特别劲道，我上次吃过一次是软的，这次有点奇怪，我拍视频而且牙不好，吃得慢，吃到后面也不会泡坏。辣椒油完全不辣，只有一点咸味，但不是很咸的那种，吃着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比方便面好吃，只是没有任何鲜味和香味。这个店是按连锁店的模式走的，后期大概率要大面积铺垫，还是有它的亮点的。这次面条很劲道，很 Q 弹，我之前来过一次，随便泡一会儿就软了，而且牛肉泡在里面口感不错，会比普通兰州牛肉面厚切很多，很软很嫩也不假，但就是吃着不会觉得是美味很兴奋吃的那种感觉，总感觉有什么问题。这个牛肉绝对不是国外进口冰冻肉，有可能是国内冻肉。上海大概是2019年开始流行兰州牛肉面的，刚开始有兰州没有兰州拉面的说法，那时候吃了很多什么陈记、陈香贵，
马子路一大堆兰州牛肉面的连锁店。吃着的时候感觉还可以，每次回想起来就不想去第二次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是一两家资本在玩这个游戏。2020年左右，投资房地产的博主开始流行投资兰州牛肉面。这个项目在上海前几年好像很赚钱，现在不流行了，开太多太卷了。我聊的这些话题好像别的美食博主不太说，反正这东西不太建议大家经常吃。兰州大部分牛肉面只开到下午2点，一般人都是早上吃，因为汤煮太久就不鲜了。最好的味道是早上6点到8点。上海这些店都是24小时或者开到晚上11点。我判断都是牛骨头熬汤的，但是中途加不加就不知道了。应该汤很快卖完，就加水，时间长了也就稀释掉了。中途加牛骨头可能会好很多。这个面多着的时候还是挺爽的，但是没办法把它当一个有技术含量的美食，只能横向对比其他上海兰州牛肉面连锁店，不能跟兰州那些正宗的去比。这个鸡蛋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建议别点，连盐味都没。像这样弄辣椒油上去都挂不上汁，没味道，不好吃。横向对比上海兰州牛肉面连锁店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家。银菜面条有劲道，泡不烂 Q 弹，牛肉厚切，口感比较软嫩。汤和辣椒油跟其他没区别，汤都不鲜美，辣椒油都没香味。大家喜欢看我这样上海凌晨1点能吃什么的视频吗？大家喜欢看的话点赞留言，那我就继续拍上海夜里什么都能吃。我还讲了一个模式，后期看的人多，可以发我你们想让我去测评的店铺。我测评都是找大家不吃也能懂的店，而不是说的很玄乎。这个面不难吃，我能吃完。吃完开车的时候嘴巴有点奇怪，就是不是放了味精鸡精口干，是嘴巴里没香味也没臭味，挺奇怪的。回想起来它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，很平淡。我一般吃连锁店都是这个感受。如果说它放了科技，不是亲眼看到不敢乱说。出来吃饭味精鸡精能接受，但是不放是加分项，放太多也很难吃。比如川菜，基本90%大众消费的，最少都会放点鸡精。这面条是泡到现在，我拍视频吃的慢，都没软，劲道一点都没变。加45块牛肉多的吃不完，建议来加肉，不算贵。这个店属于不建议专程来，但是在上海想体验接近正宗兰州牛肉面，可以试试。这个汤就不喝了，加了太多辣子搞坏了。辣子虽然没辣味，但是不加的话我吃过，更没味道。评分等级2，普通的食材，普通的技术。